我叫徐佳，是幽冥魔宗最贪生怕死的一个。传功长老让我练功，我怕疼怕死，结果被一脚踹到了后山乱葬岗，天天跟尸体作伴，所有人都以为我这辈子完了。可他们做梦都想不到，这地方对我来说简直是修仙的天堂。因为我绑定了送葬系统，只要我将死者埋葬，不但能给我加寿命，还能爆功法。别人修仙打生打死，我修仙只需要一把铲子，只要我埋得够快，长生大道就在脚下。我这有百毒经一部，受万千毒虫撕咬，练就百毒不侵之体，可突破制柱金期，增寿100年。你学不学？不学，怕痛。我这还有一本血杀功，消耗自身气血，飞速突破，突破至筑基期亦可增寿100年。你学不学？不学，怕死。我从未见过如此贪生怕死之人。从今日起，你给我滚去后山墓地守墓。这幽冥魔宗的功法太危险，后山墓地总该安全了吧？半个时辰后，山顶出现一个老者，满头白发，脸上满是皱纹。后山墓地很久没有来新人了。前辈，在下徐佳，以后在后山墓地还请前辈多多指教。不错，年轻人上道。老夫姓铁，是这后山的守墓长老，你叫我铁老就行。是，铁长老。你小子，老夫听说了，如此贪生怕死还来魔宗修炼，你怎么想的？村子里有些人收徒，我父母就把我推出来了，但是也没人告诉我是魔，不对，是圣宗收徒。不要大惊小怪，大部分弟子都是这么来的。铁老身后，一个瞎眼断手的弟子正走上前，带他找个地方住下，从今往后他就是你们的小师弟了。是。后山洞府区，赵顺带着徐佳在山间小路行走。小师弟好运气，刚来就得到了铁老的青睐。师兄说笑了，我也就和铁长老说了2句话，何来青睐？小师弟，铁老没给你断手断脚就是青睐。这话怎么说？师兄们犯错，被罚来这后山墓地，上的第一课就是被铁老搓磨，轻则断手断脚，重则沦为练功耗材。师兄这一只眼睛，一只手，就是铁老的赏赐。看见师弟你这样完好无损，师兄可是羡慕的很啊。两人边走边聊，来到一处洞府前。小师弟，从今天开始，这里就是你的洞府了。谢谢师兄。几个时辰后，洞府内的徐佳刚刚修整完毕。小师弟，有新的尸体送来了，该轮到小师弟你去处理了。马上来。后山墓地入口，幽冥魔宗弟子将一具尸体丢在地上。墓地的废物们出来收尸了。还是青云宗的弟子，是个大派，还是被围杀致死的？你们上去收尸吧。铁老话刚说完，一旁4、5个弟子突然窜出，兴奋地朝尸体冲去。小师弟看见了吗？他们都想从尸体上摸些好处，比如灵石、秘籍什么的。一个割舌弟子探向尸体，接触的瞬间，尸体突然爆炸。我操！如果我没猜错，这应该是那位弟子的腰牌触发禁制爆炸了。小师弟，这2具尸体就交给你处理了。是，师兄。徐佳挖开眼来，刚填完土，一段唯有他能见的文字浮现眼前。已成功埋葬一名炼气期修士，夺取剩余寿命20年，夺取功法碎骨手，修炼天赋加1。这是什么情况？金手指。小师弟愣着干什么？还有一具尸体呢。徐佳走向青云宗弟子的尸体，准备将其拖起。是，师兄。这具尸体送入我的洞府，赵顺，你带着他一起处理一下。走吧，别让铁老久等了。徐佳背起尸体，跟在赵水身后。你们说，这新来的小师弟能撑多久？我赌一枚灵石，连半刻钟都坚持不了。半刻钟太小瞧赵顺的解释手段了。后山深处山壁前，赵顺指尖紫黑流光一点，山壁随之绽开死亡法阵，裂口处泄出腐败的腥风。这味道。走吧，今日师兄便教你如何解尸。山壁内洞窟内，各种沾血工具挂在墙上，角落木桶装满惨白残肢。别傻愣着了，师兄只给你演示一遍，往后轮到你可要处理得干净些。赵顺将尸体扔上桌，便开始游刃有余地剖解尸体。记住了，要将经脉尽可能完整取出，这可是大补之物，处理不当，惹铁老不高兴，你可要吃苦头的。是，师兄。你将这里收拾干净，4肢堆桶里，内脏随意丢弃。我去送经脉给铁老，完事后你自己回洞府。师兄你别留我一个人啊。山涧旁，徐佳开始清理残肢内脏。此后还造坟室，你也是可怜。我能做的就只是这样。又一段文字浮现在徐佳眼前。系统提示：你成功埋葬一名炼气期无虫修士，
夺取剩余寿命60年，夺取功法太灵步，修炼天赋+3。原来没有完整尸身也能触发奖励。后山墓地入口，幽深山道中暗处传来窥视的目光。我就说这小子第一次解尸肯定撑不住。一看那满脸苍白的样子，没少被赵顺师兄吓着吧？不知道他上手会如何。要是能得到铁老的青睐，咱们又能添一员了。徐家脚步匆忙地回到洞府。徐家洞府内，徐家确定四下无人后，放松地盘坐下来。系统面板，一道透明的光幕在他眼前浮现，荧光字体闪闪发光。系统提示：夺天演算系统为您服务，宿主徐家，剩余寿元181年，修炼天赋凡，天赋等级3，修为凡人，功法碎骨手、太灵步。注本系统可通过寿元演算一切，投资有风险，切莫投资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别人穿越都是金手指在飞，怎么到我这就是要克命吗？不对，我这不是傻吗？幽冥魔宗不就是现成的寿元掠取地？反正平日里都会有尸体送来，我只需要解尸埋葬，根本不用打打杀杀，短短1日就积累了80年寿元。若是待个10年半载，总有一天能成就飞升大道。徐家心满意足地躺在床榻上，逐渐进入梦乡。后山墓地1日清晨，徐家早早起身，在墓地周围闲逛。按照赵顺等人的做法，那些尸身内脏都是随意丢弃的，若是能加以利用，兴许还能收集到不少寿元。整整1个上午，徐家毫无收获。墓地入口处，徐家遥望远处道道流光冲天而起，身穿黑袍鲤鱼飞溅的身影，真是令人心驰神往。小师弟，你在这儿啊？赵师兄有何吩咐？周围阴影处莫名出现不少身影。铁老，没想到你倒是有闲心来这闲逛。诸位师兄弟都在忙碌，念在你初来乍到不懂规矩，今日便暂且罚你处理所有尸身。铁老转身引入黑暗，众弟子冷笑出声。深坑处理场，一个巨大深坑，里面摆满了残肢断臂，血腥夹杂腐臭扑面而来。这里有尸身138具，是你们今日要解尸的任务，太阳落山前要完成，否则会如何，都应当清楚吧。赵顺悠然品茶，残疾弟子们皆已跃入深坑，唯独徐家迟迟未动。这不是繁杂的工作，这是琳琅满目的寿元。如果能够将这些尸身全部埋葬，恐怕不会低于1000年。徐家挥刀跃入尸坑，剖尸取脉，半个尸身过至，其他弟子疲惫地瘫倒在地上，唯独徐家还在一脸兴奋地埋葬尸体。赵顺只是在一旁看着。日暮时分，徐家才踏出尸坑。兴许他还真是干这块的料，不行，他这份表现定然能够得到铁老的真正青睐。到时候我在这后山墓地的地位将会被动摇。做得不错，我会同铁老汇报你们的成果。将金脉都交给我吧。其他人脸色难看的上交自己玻璃的金脉，跟随赵顺一同离开。其余4人纷纷告辞，唯独徐家仍跟在赵顺身后。你跟着我做甚？不瞒我，上交金脉。师兄多虑了，我只是有事求铁老。铁老洞府血光冲天的法阵中，铁老缓缓睁开双目。铁老，我等已将尸坑的尸体处理完毕。做得不错，这是奖励，收下吧。多谢铁老赏赐，有了这些血炼丹，我的修为又能提升一层。铁长老，徐家有一事相求。我观尸坑之中残肢脏器过多，久了兴许会影响下次尸身堆积，所以斗胆希望铁老能让我去处理那些残肢脏器。如果能够以处理之名去埋葬那些残缺尸身，我能得到不少寿元奖励。你小子倒是有心了，这么多年可从未有人提起这个，倒是深得我心。既然你小子想要处理那些废品，那么此物就交由你。一道黑光闪过，一柄通体漆黑的铲子刺入地面。此物名为洛阳铲，是我早些年游离四方之时所得之物。有了此物，能够提升你不少挖坑填埋的速度。多谢铁老赏赐，徐家定不辱使命。我在这后山墓地这么久，从未得到过铁老除血炼丹外的任何赏赐，凭什么他3言2语就得到法宝？无事就出去吧。离开洞府后，2人相顾无言，分道扬镳。那尸坑之中的环境非常人能够忍受，等徐家清理完毕，我再动手，能够省去不少麻烦。赵顺的恶意我已经感受到了，但当务之急还是先去收割一波寿元奖。徐家朝尸坑走去，暗处几个残疾弟子窥视。这小子兴许是得到了赏赐，走去瞧瞧。若真是如此，我等抢过来就是。徐家将残肢脏器裹入衣袍，打成一大包后，径直走向山涧。时间过得越久，尸块中的寿元流失得越快，需要抓紧时间了。这小子在做什么？他拿了一些无用脏器作甚？莫不是有某种秘法？山涧，徐家手握洛阳铲，不断刨着土坑，嘴里嘟囔着。
1具尸体断手，2具尸体无头，3具尸体缺手。这小子怎么那么邪性？徐家察觉身后动静，停下动作，回头。哇，几位师兄也在，要不要一起？我还是不参与了。只不过是偶遇路过，师弟继续。我想起洞府中的炼丹炉要炸了，就不奉陪了。弟子们纷纷逃离。徐家望着那些离开的身影，真可惜，我还想试试看别人帮忙埋葬能不能被金手指也计算在内呢。徐家反复搬运残肢，于山涧中挖出数个土包，3时辰后方精疲力尽地回到洞府。短短3个时辰，我就获得了280年的寿元，如今魏延能够活到461岁，看来任重而道远。按照目前情况分析，似乎只有新鲜的尸体才能够夺取修炼天赋和功法，倒是可以试试提升一下夺取到的功法。徐家心中默念唤出系统，湛蓝色光幕瞬间浮现。系统提示，请问是否投入5年寿命？演算碎骨手。确定。系统提示，第1年你修炼碎骨手，奈何根基浅薄，寸功未尽。第5年你似乎有所感悟，碎骨手威力提升少许。这5年可以说是白白浪费了。既然如此，索哈是一种智慧。徐家在修炼天赋这一栏上直接投入450年的寿元。系统提示，又是几百年疏忽而过，你困于原地，所有努力进化有水。修炼天赋+3，修炼天赋凡6，剩余10点可突破。450年的光阴，竟然只仅提升了3点的修炼天赋，果然赌狗赌到最后一无所有，只剩6年寿元了，必须抓紧时间解尸埋葬。至少目前来看，想要通过寿元提升修炼天赋，需要的数量极为庞大。几日后，后山墓地入口，墓地的杂碎们都出来，众人闻声而出，尸山杂陈，各派服饰，连本宗弟子亦在其中。为首的幽冥弟子带伤而立，这是发生火拼了。这批尸身就交给你们，还有，别忘了教主所需之物。那是自然教主所需的血炼丹，明日便会送到。幽冥弟子转身离开，把尸体都搬去解尸坑。众弟子顿作饿虎扑食，赵顺亦在其中翻搜，为徐家静立一旁。与其冒险争取可能有埋伏的尸身，不如等他们搜刮完毕，确定没问题后再埋葬夺取寿元。解尸坑，夕阳西下，原本堆积成小山的尸堆已被搬运完毕，徐家整个人瘫在地上。又有新人来了，快去瞧瞧！嘿，是哪个倒霉蛋被选中？也不知道这次铁老是否会亲自动手。徐家跟着弟子们前去围观。墓地入口，2名幽冥魔宗弟子站在前方。既被贬入后山墓地，那么今后尔等便要听从于我，可有异议？老头，你什么态度？我与高兄不过是前来受罚几日，过后还是会离开的。你们这些墓地蝼蚁，安敢如此无礼？这么多年，外门总有人认为后山墓地是什么良善之地。既然被贬入此地，那么就代表着今后你们便是这里的一员。如此，老夫自然要好好管教一番。铁老冲上前去，只是短短一瞬，便将一人右臂折断。那名弟子紧咬牙关，不吭一声。铁老正欲施狠手。铁圣，你在做什么？威压骤临，一名黑衫男子凌空而降。这位师兄可是来自内门？庞杰走到那名受伤弟子面前。内门弟子庞杰，后山墓地就是这样对待受罚弟子的。墓地入口，后山墓地就是这样对待受罚弟子的。师兄有所不知，凡是入了墓地的弟子，大多是犯了大错之人，既是受罚，自然要付出点代价。我这般也是谨遵长老的嘱托。这2人所犯之事并不严重，我希望你能妥善处理。庞杰从怀中取出一瓶丹药，丢出。这2人难为有人，盼望铁老你可以照顾一二。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如此，那便散了。日后我需要看见这2人完好无损。庞杰腾空消失于天际。黄三，你带这2人去找寻一处洞府入住。黄三引2名新人离去，众人也随即散去。赵顺，你负责安排那2人今后的工作，虽无法对他们动手，但若是什么脏活累活，都丢给他们。铁老，我觉得这个工作徐家师弟能够胜任。几乎是瞬间，我就明白赵顺的想法，心底不由一沉。赵顺上前耳语一番，将这几日徐家的表现全数告知。没想到你小小年纪，竟然在解尸之上有如此天赋。既然如此，那2人便由你带着吧。今后解尸也不必请示我，好好照顾他们。多谢铁老重视，我自当不会有任何异议。徐家洞府内，徐家躺在床榻上。忙碌了一日，非但没有夺取寿元，还莫名多了2个挂件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明日开始，我能够随意解释，
也算是省去不少麻烦。外门弟子洞府外，徐家立于洞府门前，抬手轻触门牌。1个时辰过去，府内依旧寂然无声。他再度触碰。大清早的烦不烦？铁老交代过了，今日起你2人同我一起解释。我不去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只能让铁老来请你们了。我知道了。刀俊雅也跟随出来。解尸坑，3人来到填放尸体的解尸坑。今后你们唤我徐家师兄就好。若有这后山墓地，今后便是一家人了。徐家递出短刀，未待2人反应，便跃入尸坑，血肉飞溅间，他已开始分解。2名弟子迟疑落地，面对惨烈尸堆，竟无从下手。你们不知道解尸？不会。你们怎么什么都不会？外门弟子都无此怠惰吗？你说什么？后山的杂碎，你也胆敢嘲讽我等，讲死了！如今我不过是凡人，根本无法对抗这2人。你们且看清楚是如何解释的，如若不服，便如此人。一物轰然坠入尸堆，那是名残缺之人。铁老随之垂落，掌心子芒有现。徐家又给你加了一具尸体，这家伙竟敢无视后山规矩，沦为解尸材料。遵命。徐家兄，还请你教我们2人解析。是，记入了后山墓地，我等也应学会此功。铁老转身离开。解尸其中可有不少门道，你2人可要仔细观察好。血污满地的解尸坑中，徐家手持短刀，精准分解尸体。那这便是要解释出来的经脉，你们可要小心了。此物十分脆弱，稍有不慎就会破裂。到时若是铁老怪罪，可别怨我没交代清楚。哎，别在这里涂，否则会污染尸身，到时候剥离出来的经脉就失去灵性。差不多也该上手了，莫要浪费时间了。徐家跃入山坑，自顾铺尸。风安然与高静雅举得反坑，于旁择时分解，动作生涩。半个时辰后，风安然递来一根血肉模糊的经脉。这经脉上还连着血肉，这样可不行。徐家，你是我哥，亲哥，能不能就先这样？我实在撑不住啊！我说风安然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在幽冥魔宗修炼这么多年，对于这种情况，不应该早就司空见惯了吗？难道你是想铁老亲自指导吗？大哥，你高看我们了。平日对付外敌，我等也是一剑杀之，最多也是断手缺头罢了。可这如此细致的解剖，实在是接受不了。你们还需成长。虽说解尸是幽冥魔宗最基础的工作，可其中学问可大了。何时下刀，何时切除内脏，不污染经脉，都是需要注意的。一旦领会其中门道，对于修行也是有极大益处。徐家开始解剖下一具尸体，每一刀都精准如特。这，他是进入了某种专注的顿悟境界了。看上去确实如此。难道此处真当是磨练心性之地？我等自己。2人开始认真解释。解尸坑，日落西山，坑中尸体已被清理大半。徐家从血污中起身，爬上深坑，准备离开清洗。今日便到此为止，明日继续。这日子真不是人过的。庞哥什么时候才来接我们？风安然盘腿而坐，气息瞬间攀升，吐出一口浊气，眼底浮现喜色。风兄，你突破了。徐家不简单，虽没有任何修为，可经过他的指点，我的境界竟出现松动，结合精力体力偷鸡，这才引得魔气贯体，从而得以提升。这后山墓地竟有如此门道，有那么玄乎吗？我怎么没感觉？徐家洞府外，徐家刚走出洞府，便看见2道身影在外等候。今日这般早。高娟雅站在一旁，一脸兴奋的样子。我等也想领会解尸机中的门道，自然不敢怠慢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便动身吧。解尸坑，血污满地的深坑中，3人忙碌到日落时分。徐家将经脉装入布包，松了口气。辛苦了，今日便好好休息。我先将这些经脉拿给铁老。今日又忙碌一日，可我依旧没有丝毫突破之感。风兄，会不会是你突然有所感悟才提升境界，和这狗屁解释没有半毛钱关系？你我2人平日形影不离，理应知晓我境界不会如此轻易松动。今日你并未专心解析，无法领悟其门道，自然没有突破征兆。半个时辰后，铁老洞府，时光扭转，洞门开启，徐家踏入，恰与赵顺走出。对方目光一扫，未做招呼，便转身离去。洞前，铁老正持笔绘制着什么。将经脉放下，便可离开了。遵命。对了，你入门也许久了，应该还没有修炼功法吧？回禀铁长老，确实还无心法修炼。铁老随手将3本竹简丢在地上。从这3本之中选吧。无功法傍身，今后若是有受罚弟子加入，你也无法镇压，不是？铁血魔功要折损精血 ，pass。封天吞魔诀修炼缓慢，夺魄养魂功通过夺取尸体精气转化为寿元，这个好，我选夺魄养魂功。哦，眼功倒是独特，你想清楚了，此功可没有任何攻击能力。他是说是新加入的弟子，你未必能够压得住。这不是有铁长老在吗？碍于您的威名，他人就算想要造次，也要掂量掂量。
小子，我也是想延长寿元，能够继续待在这后山墓地发光发热。此言甚得老夫之心，你倒是有心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便好好修炼。铁老轻笑，丢出一枚血炼丹。多谢铁长老，我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。徐家离开铁老洞府后，转身朝着解尸坑走去。那些残肢内脏才是进步的关键。1年后，入冬，徐家的洞府内炭火燃烧，徐家盘腿而坐。1年了，虽然埋葬了不少尸体，可能够增加修炼天赋的尸身却没出现。如今距离天赋突破只剩不到2点。系统提示：你成功埋葬1名炼气期无重修士，夺取剩余寿命45年，修炼天赋加2。终于，这2点修炼天赋真当是难以获取。徐家唤出系统面板，湛蓝光幕浮现。系统提示：宿主徐家，剩余寿元953年，修炼天赋凡，修炼等级10级，可突破。检测到宿主天赋达到上限，是否选择突破？确定。海量灵力涌入徐家体内。系统提示：恭喜宿主修炼天赋突破成功，目前修炼天赋品级旋级。徐家整个人栽倒在床榻之上。次日天未亮，徐家苏醒，身上覆盖一层黑泥。按照小说套路，这就是体内的杂质了吧？徐家取出清身符，清洁杂质。刚刚清理完，徐家听到洞府外传来触碰法阵的声音。这种时候出现着可不是什么好兆头。徐家洞府外，皑皑白雪中，高静雅不断呼出热气难受。徐师兄，今日佳吉，有一具幽冥魔宗弟子的尸体送来，赵顺师兄让我转告，必须要让你解释。能让赵顺亲自交代，想来对方身份不俗，否则他不会指明让自己解释。走吧。几人来到解尸室，中央石台上竟卧一具尸体。徐家取刀上前，忽感危机骤临，出身急退，霎时暗红魔气自尸身爆发，推裂四周。徐家不敢近前。这具尸体暗藏的力量已经达到炼气3重水平。我一直本分不争不抢，可如今这具尸体，很显然这是赵顺的计谋。既然会有人暗中偷袭，那同样也要铲除。我只想安安静静在后山墓地发育，但今后解释要耗费的精力可不小。徐家默默在一旁等待，让其中蕴含的力量逐渐消散。赵慎洞府内，如何？吩咐你的事办到了吗？放心吧，赵顺师兄，那徐家已经前去解尸室了，就是不知道你何时能在铁老面前美言几句。小弟我实在是想回到外门。放心吧，只要能得到铁老的认可，想必你的责罚很快就能结束了。没事就退下吧。既然如此，那小弟便告辞了。高静雅离开洞府，不知徐家那小子会不会喜欢我的礼物？自打徐家出现，我在铁生心中的地位便不断下降。昨日我终于突破至炼气期3重，恰逢送来一具走火入魔的尸体，我便将魔气藏匿其中，作为袭杀手段。你最好死在解尸室，这样我就能亲自为你解释了。山涧，夜幕降临，徐家将尸体残肢掩埋在土坑中。这具尸体没有经脉，没有经脉上交，铁老只怕会大发雷霆。不过这具尸体是赵顺安排的，到时候把锅扣在他头上就是。你成功埋葬1名炼气期7种修士，夺取剩余寿命80年，夺取功法会员夺天功，修炼天赋加5。万万没想到，这竟是一具炼气期7重的幽冥魔宗弟子，倒也不算太亏。检测到宿主寿元突破1000年，获得奖励观天眼。万万没想到，寿元突破1000年，竟然还能得到金手指的奖励。观天眼可观天命，运转时能探究他人信息与寿元几何。今后若是解尸，岂不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找到高寿元的尸体？后山路上，归途路上，徐家瞧见一名弟子出现后，尝试催动观天眼。墨者柳，境界炼气1种，剩余寿元130年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将其埋葬，对方剩余的寿元能够全数掠夺过来。当然，如今我还是属于凡人阶段，还不是对方的对手。徐家洞府内，炭火燃烧的洞府内，徐家盘腿而坐，唤出系统面板。宿主徐家，剩余寿元1033年，修炼天赋玄15，下阶段突破为30，功法碎骨手，他人部夺破养魂功，会员夺天功。以目前的形势来看，当属是先将境界提升一番，还是先修炼夺破养魂功？这本功法能够一定程度上提升自己的寿元，投入100年寿元演算。第1年你开始修炼夺破养魂功，可惜毫无进展。第10年你对夺破养魂功有了自己的理解，成功达到小成境界。第100年夺破养魂功成功蜕变，晋升至天元养生诀。这金手指还能改变功法？如果真是这样，今后功法在我手中，岂不是能够蜕变成难以想象的程度？徐家紧握拳头，凭空挥出一拳，轰击在远处墙体上，留下深深烙印。光是这肉身强度，恐怕已经足以比肩炼气期2重了。100年修炼便有这个结果，只是寿元花起来真如流水般。先投个50年试试水吧。
11年，你开始尝试踏入修行之路，在玄极天赋的加持下，成功感悟到天地灵气。第10年，你成功突破自身，踏入炼气期1种。第50年，成功踏入炼气期3重。天地灵气倒灌入徐家体内，3道星光灿然生辉，磅礴气浪席卷洞府。铁老洞府内，铁老将筋脉炼制完成，感受到天地灵气异动。又有弟子突破了。赵慎洞府内，才解决了徐家，如今就出现这么个棘手的家伙，无论是谁都不能高我一头。徐家洞府内，如此恐怖的灵力波动，难免会引起他人注意。此刻还不是暴露的时候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的道理，我还是懂的。徐家将目光放到混元夺天宫。混元夺天宫夺天地之造化，入门便可遮掩天机。虽然叙述模糊，但眼下管不了那么多啊。徐家觉察到周围有不少气息靠近。混元夺天宫投入100年寿元。第23年，你修炼混元夺天宫仍然毫无进展。第72年，你终于参透混元夺天宫的修炼方法。第100年，你成功修炼混元夺天宫，并踏入入门阶段。在最后时刻，终于成功了。陌生的记忆涌入脑海，都是混元夺天宫的感悟。后山墓地各处，远赴弟子们寻迹而来，觉察灵气不再牵引后，悻悻离去。赵慎洞府附近，该死！就在这片区域，我定要将你找出来。先是除了徐家，现在又出现炼气期3重，要不要继续提升境界呢？消耗这么多寿元，只剩700多年了。快速提升虽能增加实力，但境界会虚浮。如今入冬，尸体数量不多，一次性投入太多，未必能收回本。还是先缓缓吧，等大批量尸体送来再说。后山墓地入口，1日大雪，幽冥魔宗弟子于洞府外集结，铁老率众钦点，面前10具本宗弟子尸身皆有狰狞撕咬痕迹。太可怕了！没想到那孽畜如此凶残，我们合力围剿都擒获不了。外门长老都出动了，连那家伙影子都找不到，得上报内门，否则让他祸乱，外门受到的破坏还要加重。徐家扛起尸体，悄悄运转灌天眼。范阳德炼气期5重，剩余寿元94年。未年炼气期4重，55年寿元。能让这2人如此忌惮，那东西实力极强。虽说后山墓地离外门有距离，但谁能保证危险不会降临？解释是10具尸体搬运完毕，已被扒得精光。集合！你们应该听到那2名外门弟子的交谈啊！老夫得到消息，有凶兽在外门肆虐。为保险起见，后山墓地近日封闭，会有外门长老前来坐镇。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想必都清楚吧？清楚。都退下吧。徐家洞府内，徐家在埋葬完最后1名弟子后，回到洞府，湛蓝光幕浮现。你成功埋葬1名炼气期6重修士，夺取剩余寿命30年。你成功埋葬1名炼气期5重修士，夺取剩余寿命45年。300多年寿元到手，如今寿元再度突破1000年。先前突破导致灵气异常，已经招来关注。近日还是消停些。这功法虽能增加寿元，但提升有限，周期也漫长。不过能增加肉身强度，总比没有强。后山墓地入口，大雪纷飞的夜晚，神秘身影蠕动着，潜入雪地之中。2名弟子哆哆嗦嗦的守夜。这天气真冷死了，也不知道铁老在害怕什么。就算凶手肆虐，也轮不到我们后山墓地啊！只能说他太杞人忧天了。嘘，小点声，别让别人听见。后半夜，2名弟子困意袭来，突然破空声响起，尖尾洞穿弟子甲胸膛，鲜血喷溅染红雪地。什么？血盆大口轰然袭来，嘎吱嘎吱的咀嚼声传来，随后归于寂静。清晨，钟声传来，徐家从梦中惊醒。发生什么事儿？后山墓地入口，雪地中躺着2具不成人形的尸体，嫣红鲜血被冻结成块。这是何人所为？看伤口，实是被野兽撕咬的痕迹。难道那头凶兽真来我们后山墓地了？这2具尸体就是昨夜守夜的弟子，伤势和之前外门弟子如出一辙，看来猜测没错。都回事，外门长老还未来，却死了2名弟子。我也不过炼气期5重，若凶兽真来了，未必能应对。昨夜已激活法阵，能阻断他人进入。按理说，凶兽不可能悄无声息进来，还杀掉2人。你们2人将尸体搬去解尸室，今日我亲自去请长老前来。通往解尸室的路上，徐家和黄三扛着尸体前行。徐家，那凶兽会不会在铁老离开时动手啊？这都什么事儿啊？我只想安生修炼。别想那么多，铁老已经去请外门长老了，不用多久就不会有危险。在此之前待在洞府就是。
希望如此。徐家洞府内2月后，窗外飘雪，整个后山墓地众人岌岌可危。这里距离外门有段距离，不能御剑飞行的话，炼气期修士也需几日往返。铁绳离开，让众人都不敢踏出洞府。我终于明白他为何这么好心去找外门长老了。从这里赶去外门要几日，这段时间他绝对安全。至于后山墓地弟子死活，他不会在意。在他归来前，我必须有自保手段。趁着铁绳不在，是提升修为的最佳时机。还是先升级碎骨手，这是遇到危险时能反击的手段。投入100年寿元演算。第1年，你开始修行碎骨手，收效顺利。第68年，碎骨手在你的感悟之下开始逐渐蜕变。第100年，100年时光让你对碎骨手有独特的感悟，故而蜕变为遮天手。既然蜕变了，这金手指确实有让功法蜕变的能力。这遮天手散发出大道之意，威力远超想象。徐家抬手虚空一握，掌中玉手破空而出，磅礴力量扭曲虚空。这种程度的力量，炼气期6主都未必能接得下。山涧深处，雪地中，徐家独自闲逛，看到地上的血迹痕迹。血迹，看来有弟子遇难了。徐家循着血迹深入山涧，大雪覆盖下，一个洞口若隐若现。这里应该就是凶兽的巢穴，不过我可不会逞英雄，安心等待收尸就行。那些都是大人物该干的事。后山墓地入口，2道人影缓步而来，身后随着一名黑袍中年。徐家以后在入口。恭迎长老，可有凶兽消息？禀长老，近日并无异常。我可不会告诉你们凶兽位置，让他多造成些杀伤，我才能收更多尸体。一群废物。既如此，那便让本座瞧瞧那畜生躲藏在何处。晨光凌空划出猩红纸鹤，鹤影冲天而练，光点如雪覆满后山，魔气轰然四散，洞府弟子闻声而出。这探究手法倒是让我大开眼界，那山涧也被笼罩在内了。那人就是外门长老，看上去挺年轻啊，这漫天血光也是他的手笔。你们不要命了，竟敢在背后议论晨光。我来此之前听说外门之中出了个年轻长老，名叫晨光，年纪轻轻就已经有足以比肩筑基期的实力，想来就是眼前之人啊。众弟子静静来到铁老身后等待，赵顺也走了过来，望向徐家。赵顺此人已经在我的算计名单之中，对方处处针对我，若不铲除，今后的解尸生涯会十分麻烦。没想到后山墓地竟这般呐！可为什么并未发现那凶兽踪迹，尔等不要诓骗本座？只是那孽畜狡猾，躲藏起来了。程长老，且先入我洞府取暖，可莫要着了风寒。这些时日，我会安排人手搜寻，您就先休息一番，必要时刻再劳烦动手吧。也算你识趣。晨光收回魔气后，跟着铁老准备离开。徐家去备些吃食，用来招待程长老。遵命。以往这种招待来客的工作都是我来完成，可如今却换成了徐家。几日后，铁老洞府内炭火燃烧，铁老与晨光围坐火炉交谈。长老，炭火送到。慢着，将此物分发下去。遵命。徐家离去后，洞府内只剩2人。用弟子性命为饵，你倒是铁石心肠。长老谬赞，只不过是为了您做出成绩而做出可有可无的牺牲罢了。不错，以后我定会上报宗门，尽可能提拔你一番。那便多谢长老厚爱。洞府外，徐家脚步一顿。若非会元夺天功增强了五感，我还未必能够听得到2人的谈话。这铁老竟是打算以弟子们为诱饵，引出那头凶兽。这丹药味道竟如此大，在这凛冽寒冬之中，凶兽若长时间得不到进食，一旦嗅到这丹药的气味，确实会发起进攻。风安然洞府外，徐家按照吩咐一一分发给门内弟子。师兄，此物有何作用？是，这丹药看起来很奇怪。不清楚，是晨光要求分发的。纵使知道这其中缘由，可我却并不打算提醒2人，毕竟双方并没有太深的交情，也不值得我冒险说出自己的猜测。此物是用来引出凶兽的，对吧？徐家望了他一眼，若不可闻地点了点头。解释时，空荡荡的木桶散落在血污满地的尸室中。这些脏器呢？一名杀了左眼的弟子准备离开。柳师兄，那些脏器去哪了？那些东西都拿去焚烧了。铁老说不能让程长老发现这些废料，日后那些脏器的处理就都交由我了。你主动要干这脏活累活。诸位师兄弟平日已经十分忙碌，这些小事就由我负责。放心吧，魏兄会告知他人注意的。徐家洞府内炭火燃烧，徐家盘腿而坐司令，投入1年寿元，提升修炼感悟，不能引起灵气异象。淡淡灵光在徐家体内流转。风雪交加的夜晚，后山墓地各处，弟子们纷纷服下赤子丹药。程长老真是厚待我们，体内灵气增加了不少。铁老洞府门口，徐家站在门外抖腿取暖，风雪中弥漫着血腥气息。
新鲜血液的气息，在这死人之地可不常见，看来是按耐不住。铁老洞府内，晨光猛然争谋，强大威压席卷整个洞府。程长老，这是发现了异样，这气息分明是筑基期的威压，他已经突破了。凶兽出没，我等去矣。交代下去，没有老夫允许，其他人不得外出。洞族啊！不是好心提醒，只是怕人手不足。传音符炸开，化作流光飞向各处。徐家掩盖气息，跟上铁老步伐。有晨光坐镇，不会有危险。妖兽寿元远超人类，若能埋葬，那可是大补之物。山涧洞窟处，终于找到你了，孽畜！孽畜！出来受死，倒是沉得住气，就是不知接下来你可能应对。晨光指尖红芒大盛，血鞭化作蛟蛇，张口撕咬。却见一道巨影冲天而起，利爪擒住蛇首，血芒顿散，现出一头雪白妖兽，人头护身，鹰爪双翼。这是什么玩意？特别是那颗人头，若非嘴角开裂至耳根，都无法将妖物联系到一起。果然是你，颜灭亡两。徐家听闻名号，转身就走。这东西不光战力非凡，还有蛊惑人心的神魂波动，不知对我局拼命。远处爆发恐怖炸裂声，阵阵余波震颤的积雪摔落地面。徐家洞府内，徐家感受着外界动静，运转观天眼，将周围一切尽收眼底。天塌了，有晨光顶着，大不了最后再回来给师兄弟们收拾。晨光凌空挥鞭，魔气化蟒钳制妖物，脑后绽出血莲，却骤然被王两至尾贯肩坠落，血莲瞬间扭转为钢锥，洞穿王两腰身，妖物惨呼如人，竟自断骨尾，朝一处洞府狂奔遁逃。该死，邪生，拦住他！一旦让人灭亡两吸食吸鲜血肉，届时实力又会大涨。该死！晨光以血芒裹挟自身，朝那处洞府飞掠而去。后山墓地洞府区，人面王两撕破洞府禁制，血盆大口撕咬着弟子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是我？这人面王两还真是离谱，吞噬鲜血就能恢复伤势，也难怪外门应对这玩意会那么棘手。孽畜而斩！孽畜而斩！王两引动阴雷万魂，晨光激起血气抵挡，他咬破指尖化纹，古剑迸发万千血线，将王两身躯撕裂。晨光也力竭倒地，鲜血漫溢。王两未死，猩红双眸扫视四野，搜寻藏身弟子。晨光使出浑身解数，却仍然无法解决眼前的妖物。若是那人面王两再度使出阴雷，也是我无法抵御。徐家正欲离开，风安然踏雪而来，魔气凝甲，挺枪直刺。人面王两怒吐阴雷，风安然枪出如龙，一击破炉。王两濒死反扑，利爪将风安然按倒在地晕过去。危急时刻，徐家挡在面前，人面王两低吼着，但并未动手。他在观察我的实力，全盛时期早就一掌拍死我，就是现在。遮天手轰然拍落，如月崩顶，如碎如瓜迸裂，风雪剑也妖失，四野寂然。这就死了。本以为会苦战一场，结果却如此出人预料。整个后山墓地的人都远遁，铁生也不知去向。先把这妖兽尸体处理掉，先前的山涧已经不能埋葬，会被发现的。战斗现场，人面王两呢？还有挡在我面前的那个人呢？能对付人面王两的修士，很可能就在中地几击中。至于铁生，那老家伙早就逃了。冰瀑旁空地，徐家拖拽着巨大兽身在山林中行走，前方出现一处山壁，旁边有被冻结的巨大瀑布。就这里吧。徐家掏出洛阳铲开始挖掘，半个时辰后，10余米深坑出现，徐家将人面王两尸身推进深坑。也不知道这妖兽能否夺取兽人。徐家发现头颅中有流光闪烁，跳入坑中翻掌。这是什么？一颗棱形晶石出现在徐家手中。这是妖精。话本中提到过，妖兽脑海中的晶核蕴含庞大灵力，虽然对我用处不大，但能换取不少灵石。徐家收好妖精，将深坑掩埋。你成功埋葬一头筑基期敌宠妖兽，夺取剩余寿命223年，夺取功法风邪幻觉，修炼天赋加15。妖兽也能被金手指认可，223年寿元，距离1500年不远。风邪幻觉能改变他人认知和自身外貌，倒是有用。天色已暗，徐家将灵力凝聚双腿，飞掠回洞府。徐家洞府内，感谢人面王两，让我实力大增。如今天赋满足突破条件，正是最佳时机。突破！徐家龇牙咧嘴，忍受着痛苦。天地领域多般绘制，争先恐后引入体内。恭喜宿主修炼天赋突破成功，目前修炼天赋品级第几？没想到天赋提升幅度这么大，不光吸收速度加快，对功法理解也提升了。以后突破境界恐怕会有很大波动，需要远离人群才行。人面王两威慑力确实恐怖，所有人都不敢外出，正好专心修行。后山墓地上空，木能长老徐建华从天而降，立于尸坑，磅礴气势将所有洞府完全笼罩。且生何在？这气息是内门长老晨光肯定发了求救信号。铁生见过徐长老。我托为晨光为，你是不是贤明长老？本座问你话的。长老饶命！
成功在我洞府中，他身受重伤，虽已稳定，但还需调养。太恶气！后山墓地半日后，徐建华踏空而出，身后漂浮着昏迷的晨光和冯安然。一个看守墓地的废物，还不如被贬黜的弟子有用。铁僧，我看你好日子是到头了。磅礴气息骤临，铁老被无形之力钳制，邪气如刃刺入体内，剧痛之下哀嚎不止。外出而来的弟子们聚集在空地上。金丹长老的威力太恐怖了，谁敢触眉头，下场比铁老还惨。还请长老留手，不是我想当出头鸟，而是铁老死了，我在后山墓地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。能随时解释的字可不是谁都能拥有。铁僧望夫自首，你想为其开脱？铁老自知不敌那妖兽，为了保全程长老性命，才主动引走人面魍魉，以一名弟子性命为代价，这才让程长老得以被救走。当日所有人都躲在洞府中，唯有冯安然挺身而出。事后交战已陷入昏迷，自然无人知晓发生了什么。不错，还请徐长老看在我尽力而为的份上，收了神通吧。今日之事，本座便算你有所作为，今后好生看管墓地。徐建华带着昏迷的晨光腾空而起，消失于天际。你小子收留了晨光，为何不报？活腻了。徐长老说了，可免除我的责罚，日后便可归于幽冥魔宗外门。怎么，铁老还想对我动手？都散了。散了，人群很快散去。徐家随我来。二人离去，赵顺转身走向洞府，只见符箓悄然掐碎。铁老洞府内桌上摆放着各种符箓，徐家眼底充满好奇。怎么好奇？讲学也并非不可教授于你。今日之事，老夫还得多谢你出言。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只要能做的，便不会亏欠于你。铁长老这话就生分了，我也不过是将自己所知的说出而已，谈不上亏欠。若真拿了铁老的人情，今后便是二人要捆绑在一起，指不定哪天这老小子就把我推出去当挡箭牌。别废话。既你对那符箓感兴趣，此物便交给你。风雪中，徐家从铁老洞府走回，手中握着一本破旧书籍。洞府门前，一道人影蔽于风雪中。赵顺师兄有事。师弟，你我之前可能有些误会，魏兄此番前来是想邀请你一聚，今后你可是铁老身边的红人了，还望多担待一番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全当庆祝。后山墓地荒地，两人越走越远，周围逐渐荒凉。荒地中，赵顺停下脚步，背对着徐家。师弟啊，最近铁老真当是看你十分欣喜，这倒是让师兄我十分妒忌。要知道，在你到来之前，我才是他身边的红人，如今这一切都已经离我远去，你说我该如何感谢你呢？怎么，师兄按耐不住？若是让铁老知道你对我动手，不知他是何反应。后山墓地荒地，在这后山墓地之中，没有谁是一成不变的，你就算死了又如何？铁老根本不会追究，而我也依旧会是他身边的得力帮手。徐家会客间挥出遮天巨手，赵顺急步剑锋迎击，果之不料数只大手就此往袭来。赵顺仓促迎刃敌手，巨感连击之际，气会翻腾，一口鲜血崩出。师兄，我何曾不讨厌你呢？今日有机会能够铲除眼中钉，我可比你高兴不少呢。与我近身是你最愚蠢的决定。赵顺骨甲附体，黑光游走，两人同时暴起，拳掌交之兵，积雪纷飞。徐家收手而立，反击幽魂，赵顺夺尽碎，风然倒。你肉身怎么可能那么强？没什么不可能的，既你想夺我性命，那便要做好这种下场的准备。你不能杀我，否则铁老追究起来，你必被夺走器官。你觉得事到如今我会在意这些？正如你所说那般，你觉得铁老会为了一个已死之人对我动手？遮天手凝聚于掌心，重重拍下，赵顺头颅炸裂，红白之力喷溅一地。徐家手持洛阳铲刨出坑洞，将赵顺尸体丢入掩埋。你成功埋葬一名炼气期3重修士，夺取圣域寿命82年，夺取功法碎骨甲。才20多年寿元，不过碎骨甲倒是个好东西。3年后，徐家洞府内炭火燃烧，徐家手持破旧书籍吐出口浊气。先测到宿主成功学习功法无道符门，终于学会了。3年时间，寿元已经积攒到4536年，哪怕什么都不做，都能如王八般苟活许久。算时间，最近应该能突破。洞府外，冯安然静静站在门口。怎么？徐兄今日前来是为告别。那倒是恭喜师弟了。徐兄离开前，我有些话需要告知于你。请说。你需提防一番铁生，传闻他通过炼制人体经脉，炼制出某种丹药，虽有伤天和，可却能极快提升实力。若是遇到危险，可用此物来换我。此物颇为贵重，我不能收。相信我，我不会害你。后山墓地偏僻处，树丛深处传来拳的肉声，一伙弟子正在围殴一人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卧期少年穷。还30年河东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敢在我们面前装腔作势，找死！唧唧歪歪的，烦死了。
老子告诉你，识相的话就把铁老赠予你的交出来，否则哥几个不介意卸你一条胳膊，唧唧歪歪的烦死了。老子告诉你，识相的话就把铁老赠予你的交出来，否则哥几个不介意卸你一条胳膊。妄想，不怕告诉你，我可是被铁老认可之人，他传授我无上秘法，若是有个3长2短，届时你们的下场如何不用多说了吧？怕，我告诉你，晚了，今日之事，我势必上报给铁老，你们就等着被责罚吧。徐家摇头转身离开，身后再度传来拳拳爆肉之声。数日后，徐家洞府内，徐家躺在床榻上沉思。铁生的实力也不像是有什么高深功法的模样，为何会在这时受攻？实在是令人忍不住眼泪。算了，反正只要不牵扯到我的头上就行。经过这段时间的夺取，如今我的寿元也已经直逼5000大关，也不知道达到1万会得到什么神通。解释是，徐家收拾好身上的污浊之物，将残肢内脏打包处理。一名双腿齐断的弟子出现。徐师弟，铁老有事找你。我知道。铁老洞府外，空气中飘荡着弱不可闻的血腥气。若非是拥有观天眼，增强了些许五感，我还未必能够觉察得到。徐家抽出100年修为，投入碎骨甲中。投入100年寿元修行碎骨甲。不管对方目的为何，只要自身防御足够，就不怕会有危机降临。还算不错的防御功法。铁老洞府内，徐家踏入洞府，周围一片漆黑，前方缕缕红芒涌现，似有什么东西蠕动。这时，洞府中央赤阵骤现，白骨遍地，高俊雅等人悬于阵中，长度被扯，阵心处血水冲刷其身。这已经不能用炼语来形容了。来了就不要傻站着了。徐家闻声望去，见铁老盘坐阵中，脖颈断裂，脊椎抽离，头颅高悬，他疾步欲离，血色符阵骤起拦路。击见了老夫的原身，你莫不是还想走？不如当做老夫血炼迷肉大阵的养料吧。铁长老说的什么话？如此姿态，真当是令我好生羡慕。我懂魔道理应借助天地一线，转化为自身实力，这不是再正常不过的吗？你小子果然有趣，只可惜老夫大这还缺了一分最重要的影子，只能由你来代劳啊。铁长老莫要如此看重小子，因子千万，并非我一个，门内比我天赋异禀的弟子不在少数。我这就去为您寻来。小子，你知道我为何会在你来到此处之时就抱有青睐之意吗？全然是老夫看上了你这副肉身，正因如此，才会没有折你四肢。恐怕高俊雅在那次欺凌中受到了损伤，这才让铁老将目光放在我身上。早知如此，之前我就搭把手了。徐家虚空握爪，灵力喷涌成雾状巨手，将飞头铁老凌空钳制，随即周身白质浮现，名为全覆盖甲胄。炼气其4种，你怎会踏上修仙之路？天外有天罢，平日不显山露水，只不过是不想隐让。不过既然有威胁到我生命之事，自然也顾不上那么多。遮天手疯狂收缩，铁老发出撕心哀嚎，空中脊椎猛然绷直如剑，直刺徐家咽喉。火星迸溅间，一只鼓手精准钳住肌腱，遮天手巨力爆发，铁老头颅炸裂。总算解决了这老家伙。这老家伙的临死反扑既然如此猛烈，几乎差点就无法接下这道攻击。这法阵为何还在运转？头颅爆碎中，一缕紫光即射入高俊雅眉心，他身躯剧颤，悬空弟子接连炸裂，血肉化作血色漩涡灌入其体。高俊雅凌空而起，徐家遮天手轰然镇压，竟纹丝不动。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？小子，看来今日必要将你炼成血炼丹。铁老，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！对付你这副肉身足矣。铁老拳出如电，徐家阁等间骨甲崩裂，连退数步，被轰入墙体，骨甲碎而复生。正当铁老踏至阵缘，血色法阵骤然暗淡。哦，有了，这家伙不能离开法阵中心太远。老东西，打爽了吧？接下来可就到我。徐家瞬息逼至铁老面前，双拳对撞，徐家攻势不绝，逼得铁老节节败退，直抵法阵边缘。现在知道怕，现在知道怕。不可能，法阵怎么会失效？够了，你惹怒我了。铁老血纹骤亮，血色余波轰然荡开，徐家北瞬间震退，阵周血光尽数没入高俊雅体内。逼得我动用死术，你就算死也值得了。这老家伙拼命，遮天手破不了他的肉身，只能投入另一个攻击法门。系统叠5道符门，投入500年寿元也算。投入500年寿元修行5道符门，5道符门补全，蜕变成5行道符。今日老夫必要将你炼成血水。徐家战血恢空，明亮，晦涩铭文骤现虚空。道符，
你莫不是认为这旁门左道可以阻挡得了老夫？碎石纷飞，地面龟裂，烟尘散去，明黄色岩盾静立前方，铁老拳头未能前进分毫。这是无知大道，小子，你从哪儿学来的？岩内居然爆发炎字，将高静雅肉身轰击的倒飞出去。从何而来，你不是最清楚。武道符门不是你教给我的吗？武道符门是最低级的符道法门，可它施展的完全不同。我要探究真相。武道符门是最低级的符道法门，可它施展的完全不同。我要探究真相。既然你不说，那老夫便动用些手段吧。铁老身化血纹，气高俊雅肉身而出，灵作蛟蛇直视徐家，徐家免局，颜色归拢为盾，舌战顿散，净化血水附踢，徐家摇指会符，血明照亮虚空。休想！你的肉身是我的，你的功法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的。魔道果然疯狂，不过晚了一步的是你呢？周遭灵力被抽空，滚滚雨点平均生成，笼罩整个洞府。你疯了，你自己也会被烧死的。既是怕死，那为何不把洞府打开？这家伙比我还疯狂，生死之间如何抉择？算了，保密要紧。铁老抽回血纹玉盾，徐家嘴角微扬，只见青州间烈焰收拢，一道火枪轰然封住去路。你能控制？怎么？很意外？难道武门道符没有教你？你竟敢诓骗我！烈焰化作赤色火焰，将铁老身躯牢牢捆住。徐家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下次见面，老夫会让你后悔的。让这家伙逃了。不过现在是摸宝时间，抠抠搜搜也没剩多少。那5代铁老的身价应该都在里面。铁老洞府内几日后，尔等可曾知晓今日发生何事？前几日我等确实发现铁老洞府传来阵阵轰鸣，本以为是他在修炼，未曾想会是这样。对，几日时间有如此异象，尔等不去探查，那剥离出来的经脉又如何处理？这几日都是徐家师弟负责运送经脉的，他应该更为了解。对，徐师弟，你负责运送经脉，难道不清楚洞府内发生什么了？该不会你知道了什么，想要拖我们下水吧？禀师兄，倒不是我没发现这异象，只是平日里铁老都会炼制什么东西。洞府常年被血腥所覆，我又只是将此脉放置在洞府内，真未能发现异常。你可知血肉傀儡那是何物？我真不知道。血肉傀儡听起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罢了，你随我到门内一趟。怎么突然提到我明明表现得和其他人一样。二人腾空而起，欲分离。这徐家怕是要遭重了，明知铁老洞府出事还不上报。可不是，恐怕不死也要脱层皮。就是不知道宗内会派谁来管理这后山墓地了。高空中，耳畔风人呼啸，徐家脚踏飞剑。纪灵把我带走，肯定是要问题。若真爆发冲突，大不了将所有兽人都退走。陆行塔内，徐家被强硬提起盖入塔内，面若癫狂的弟子手持五血工具经过，耳畔传来凄厉求饶声。你可知此乃何处？不知。此乃宗内的陆行塔，负责拷问他人。我知道你隐瞒了些东西，若现在交代，还能免受皮肉之苦，否则就只能用点手段了。师兄，铁老实力强悍，我只是区区毫无修为之辈，能隐瞒什么？还请您明察秋毫。不见棺材不掉泪。魔气翻涌，铁门开启，血腥刑房中走出一位骨瘦如柴、笑容狰狞的长发青年。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典藏，此人交给你，从他口中逼问出关于血肉傀儡之事。小子，看来你深藏不露，嘿嘿哈哈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便开始吧。锁链不知从何而来，将徐家四肢捆绑架在血舞台上。小东西，咱们先来点前菜。拷问人并非只有这种血腥方式，我还有种更为独特的，你想知道吗？拷问人并非只有这种血腥方式，我还有种更为独特的，你想知道吗？什么更独特的？你先将我放下，我教你。小子，你若敢骗我，千刀凌迟都是轻的。烟仓随意拖拽出一个囚犯，直接摔在桌上。烟仓犹豫再三，最终没有动手。为了宫殿，纪灵触碰结界后，受人迎接。殿内，一妖娆女子正一一吞噬眼球。师尊，说，师尊，后山守墓人铁生已然身死，从他洞府中发现炼制血肉傀儡的痕迹。没想到这么多年还有人修行这种功法。既然你有兴趣，那便拷问看看吧。对了，莫要忘记再安排一个守墓人前去后山，教主所需的血炼丹数量可不小。是，师尊。纪灵离开宫殿，眉头紧锁。后山墓地大多都是被贬之人，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。陆行塔刑房，3个时辰后，徐家盘坐一旁，体内灵力充盈，投入100年寿元修行，如今已突破至炼气7、9重。小子，这家伙都要睡着啊！你这所谓的折磨人之法，莫不是逗乐？你且看好了，折磨人的最高境界，这种逐渐感受生命流逝的绝望，才是最佳的行刑方式。好，这可比我折磨的方式有趣多了。既然我告诉你这种方式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交易一番？
交易？我凭什么跟你交易？反正此行我已经了解，自然不必同你废话。你想知道另一种折磨人的方式吗？什么方式？快说！光是我一味付出不公平，除非你愿意同我达成交易。你想如何？很简单，若是送我来的师兄问起，你就说我对血肉傀儡毫不知情。这种小事没问题。固定住他的脑袋。毒贩直接咬断舌头，鲜血染红长桌。好，简直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门外传来脚步声，徐家立刻涂血躺桌，屏息伪装。燕仓，拷问如何了？结果出来了，这小子完全不懂什么血肉傀儡。你可莫要诓骗我！若你不信，大可自己动手，何须来陆行塔？我信你。对了，后山墓地的守墓人身死，你可有推荐？我在这陆行塔这么多年，何曾结识他人？别自己解决不了就把问题甩我头上。那我先走了。这小子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送回后山墓地。如今他还剩一口气，回去休养一番，应当能继续原先工作。我会尽快安排其他人手，在此之前就由你来拷问了。陆行塔刑房。我会尽快安排其他人手，在此之前就由你来拷问了。这小子是后山墓地的，既然如此，那便先由我去担任一段时间守墓人，如何？别用这种眼神看我。既然你说了这小子知晓血肉傀儡，那不如等他恢复完毕，我再继续拷问。反正你也找不到其他人选，不是？如此自然是最好的安排，既能保证徐家不死，有朝一日还能得到血肉傀儡的消息，断然是两全其美。我会尽快安排其他人手，在此之前就由你来拷问了。后山墓地数个时辰后，3人回到后山墓地，徐家被丢在地上。此人暂且担任后山墓地的守墓人，若有不服，杀无赦。此人就交给你了，务必早日弄清血肉傀儡一事。几人转身御剑离开。我就说徐家就算不死也脱层皮。可不是，被内门弟子盯上，可不是什么好事。那新来的守墓人为何目光如此奇怪？确定几灵走远后，徐家从地上爬起，拍到身上沉土。接下来该教我何种折磨人的方式了。这后山墓地要处理的事情很多，你还需要炼制血炼丹吧？待到处理完堆积的经脉后，我再教你如何。若非我如今还没有筑基期，断然不会这么客气。看来得抓紧时间提升实力了。那就先处理正事吧。后山墓地山涧，3年时间已过，徐家正埋葬残肢内脏，一抹黑芒如闪电般掠过，瞬息消失。妖兽的气息，幽冥魔宗有法阵庇护，妖兽不该出现在这里才对。黑芒突然折返，叼走徐家腰间的那物带，扬长而去。糟了，那可是从铁生身上搜来的，就算外门弟子也未必有。徐家双腿凝聚灵力，冲出追击。荒凉沼泽旁，月色下，一只黑色小猫正梳理毛发，脖梗挂着紫色那物带。破魂猫妖还是幼崽，话本里记载过，实力不强，多做秘宝受饲养，若能抓住，日后必有大用。沼泽中突现血盆大口，徐家以丝线救下破魂猫，猫妖却受惊挣脱，引来群恶围攻。他虽以罡风绞杀众恶，却被逼至沼泽中心。当其力竭之际，恶王破水而出，意为将其抽飞。现在知道怕了，跟着我，保你不死。畜生，你的对手是我啊！好人类，小家伙想活命就老实待着。恶王绿芒袭至，被遮天手挡下，徐家借势后撤，不料巨尾悍然横扫，他瞬发符箓，火焰随即点燃沼气，引发剧烈爆炸，在沼泽中留下巨坑。密毒恶王倒在地上，徐家立于磐石之上。好险，差点被自己的攻击波及，趁他昏厥，快走！徐家抽身飞掠，快速朝沼泽外逃离。徐家洞府果然外界十分凶险，今后还是老实狗在后山墓地吧。小东西被吓坏了。徐家将紫色那物带收回腰间，目光打量着破魂猫。破魂猫龇牙咧嘴，做出攻击姿态。小东西，你就这么对待你的救命恩人？没有驯兽法门，想培养感情还需要时间。徐家运转灵力，在洞府四周布下禁制。徐家丢出一块兽肉给破魂猫，躺在床榻上闭目休息。洞府外，清晨时分，洞府外传来灵力波动。燕兄，你真是孜孜不倦。这3年，他只要一有空就会来找我。别废话了，半月时间已过，你也该教我点新东西了吧？远处传来一声怒吼，谁敢打扰我？先去看看吧。后山墓地入口，一群外门弟子压着跪在地上的罪人们。何事？这位师兄，我等奉命押送罪人入后山墓地，还请通融一番。人留下，你们可以走啊。外门弟子们躬身行礼后离开。走吧。什么内门弟子，要我看也不过如此。你叫什么？后山墓地入口。你叫什么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乃方建波，你待如何？徐家，多带去我洞府，没意见吧？既然如此，那今日我便再教你一种折磨人的法子吧。燕仓洞府傍晚时分，在徐家的指导下，燕仓对罪人们进行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。徐家，你这些手段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别急，再教我几招。改日吧，我还有事要处理。后山墓地，夕阳西下，弟子们三两闲逛。
没了铁生的监督，这里确实松散了不少。反正新来的守墓人也不管我们，不如早点收工。就是那燕仓成天就知道折磨人，哪管我们死活。解尸室，徐家走到解尸室，四周空无一人。这里够隐秘，正适合修炼。投入200年寿元给踏云部。文字在脑海中浮现，时间流逝，徐家身周开始有微风环绕。成功了，这御风变果然玄妙，以后对敌也有了更多底气。几日后，徐家正在进行解尸埋葬工作，金手指文字浮现。你成功埋葬1名炼气期高层兵，夺取圣域寿命2分，孙永辉加油。解尸室，你成功埋葬1名炼气期3重修士，夺取圣域寿命61年，修炼天赋加1。又有新的收获，5000年寿元终于突破了。检测到宿主寿元突破至5000，获得奖励归一。归一，这是什么奖励？归一天地万法，归于一土，宿主可消耗寿元，融会功法，达到万法统一。万法统一，如果能把功法融合，岂不是实力大增？开启归一，将天元养生诀、会元夺天功和风邪幻诀。开启神功归一，是否将天元养生诀、会元夺天功与风邪幻诀相融合？就融合功法，需耗费1000年寿元，请谨慎选择。1000年寿元，确定。金手指开始运转，徐家物物开始融合，体内灵力开始翻涌。第1年，你开始将功法融合，导致体内经脉紊乱。第50年，经过修整，开始加以代进。第7到50年，你成功排除了3种功法的配置。第1000年，你成功凝练出万古道法。万古道法，这包容性远超我想象，这吸收速度简直是天壤之别。看来这次投入很值得。有了万古道法，我的实力又上了一个台阶。看来归一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强大。后山墓地解尸室外，清晨，徐家从解尸室中走出。融合功法整整用了1夜，不过很值得。周围弟子们三三两两聚集议论。听说了吗？那些伪君子开始对我等魔道发起征讨了。哼，道貌岸然之辈，又岂是我等幽冥魔宗的对手？听完这次连听与血格都出动了，想来不简单。外界杀的腥风血雨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还是先休息一番，找个机会将境界突破至筑基期。徐家洞府前，燕仓站在洞府门前。燕兄，距离半月还有许久呢。徐家，此番前来，我是来告辞的。正魔之间的交战，正魔2道交战，此番规模之大，幽冥魔宗也无可避免。教主征召所有筑基期实力的弟子一同前往。没办法，哪怕我对折磨人再如何狂热，可却也无法置身事外。无妨，等你回来。我已同长老请示过，今后你便是这后山墓地的守墓人。这枚令牌你收着，至于机灵，你自己解决吧。后会有期。兜兜转转，自己既然成为守墓人，不过也算利好，至少这后山的资源能独享不少。徐家回到自己的洞府，将行囊和破魂猫收起，径直走向燕仓城居住之地。燕仓洞府前，徐师兄，那是燕仓的洞府，可不能擅闯。不错，你贸然进去之后，若是责罚，可别牵连我等。从今日起，我便是这后山墓地的守墓人，若是有异议，可禀告长老。燕仓洞府内，开窗引入阳光，将破魂猫指出，随即盘腿感悟。这守墓人洞府灵力异常充沛，看来可以放心突破。先不着急突破，得先炼制血炼丹。看来到这也摆脱不了996的。经脉之材料投入后迸发红光，丹炉烈焰翻腾，炉旁散落着10余份失败品。原以为炼制血炼丹不会过于麻烦，可如今看来却是有些出乎预料。原来小说中随意炼制丹药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。炼丹一事不光耗费了我半月时间，更是对精神力有一定程度的负担。徐家收起心思，离开洞府，朝解尸室走去。解尸室内一桶桶被清理出来的残肢脏器整齐摆放。看来有必要跟那群家伙说明清楚情况才行，否则一旦又将这些东西随意焚烧，可就亏大。后山墓地山涧，月上夜空，徐家将脏器拿至山涧中埋葬。这批残肢脏器所提供的寿元足有200年，被埋葬之人的实力大多是炼气期5重以上，甚至还有个炼气期9重的修士。如此看来，外界的交战开始要愈演愈烈。燕仓洞府，徐家返回洞府，翻阅血炼丹炼制方法。人体经脉放入炉鼎后，需以小火稳定药材平衡，直至将其融合炼化后，再大火收汁。昨日我并未看见这种详细之法，这种炼制方式怎么跟寻常人家炒菜做饭一般？守墓人何在？正谋开战，后山墓地不应该很是清闲才对。后山墓地前门，一名身穿紫袍的中年男子投来审视目光。你便是这后山墓地的新守墓人？正是，不知如何称呼。此番前来可是宗门有事差遣。本座乃陆星塔的管事长老陆康安。
既是燕苍那小子推荐的守墓人，那便不要多问，随我出来。你为何不御剑？倒也不是不想，而是如今我还并未知晓御剑方法。陆康安以魔气化丝，将徐家整个人缠绕起来，徐家身体随风摆动。幽冥魔宗外门，徐家来到外门站稳，脸色苍白。哼，炼气七四重，却还如此心性，难怪只担得上个守墓人。若不是看在对方是筑基期5重的实力，且我无法御剑飞行，半道早就动手了。长老教训的是。外门刑罚堂，一群衣着白衫、满身狼狈的青年们跪倒在地。听闻燕苍曾提及过你折磨人的手段不错，这匹是我等圣宗俘虏而来的正道弟子，要怎么做，不用我多说吧。长老，我那些折磨人的法子，也只是从一些画本上看来的。燕苍也是出于好奇才会自主钻研，与我并无太大关系啊。对这些正道弟子动手，若是有朝一日这幽冥魔宗被攻破，那么我定然会被报复一番。小子，这是命令，而不是征求你的意见。既如此，那我便尽力一试吧。最起码先稳住陆康安，待到他离开后，要如何处置这群，还不是我说的算。魔头，休想从我等口中得到有用的消息。我玄道门敢对抗天道，又岂会是威胁折磨能够屈服的？这群人交给你了，别全部弄死就行。陆康安离开刑罚堂，外门刑罚堂。如今真是什么人都能逼问情报了。可不是，也不知道陆长老在想什么。如今真是什么人都能逼问情报了。可不是，也不知道陆长老在想什么。真当一个门外汉就能担任此等工作不成？要我说啊，这小子必然无法完成任务，届时必然会被降下责罚。嘿嘿，守墓人的油水也不少，到时候可别跟我抢啊，我得好好搜刮一番。此处可有带刺的铁棍一类的刑具？刑罚堂弟子们无人回应。魔道人人得而诛之，待到我等师尊铲除阻碍，定然将幽冥魔宗尽数覆灭。我奉劝你们识相的话，回头是岸，兴许还能留下一条性命。难道你们不知道，自古俘虏都不会有好下场？就算你们师尊打上门来又如何？到时候寻来的也不过是一副白骨罢了。好了，我们开始吧。这手段比我们狠多了。外门刑罚堂，这手段比我们狠多了。光是看着就脚趾抠地，太狠了。正道弟子假躺在地上不省人事，十指血肉模糊。还是不愿说吗？就你了。我不要动他，冲我来。魔道杂碎，离他远点。你们莫不是认为我是什么好人？若不想他遭受折磨，就老老实实把情报告知，可有刚真？不打算继续用加指之法吗？对待女子自然要用别的方式，只有一种方式终究会被琢磨的。给你。徐家用灵力丝线固定女弟子，随即用钢针直刺入其指甲缝。这比十指齐甲恐怖多了。讲清楚了，还有9根手指。我说不可，若说出师尊所在，你将是千古罪人。那你来遭受这无边酷刑啊！直指人心，这下死来之痛，远比洗尽法髓还要痛苦啊！你让他们深明大义，为何不来承受？你们随便来个人，好好记录他说的话。刑罚堂弟子赶忙找来支笔。玄道门此前在罗浮山岭负责埋伏牵制，洪天宗打头阵吸引斗意，若宗从山道绕过偷袭幽冥魔宗，计划如今应该已经抵达斗魔渊了。若真如此，宗门恐怕有危险了。宗内最强者也不过金丹巅峰，这下麻烦了。此事必须上报陆长老。刑罚堂弟子们纷纷准备行动。慢着，难道你们就这么听信此人的话？若其中掺杂假话，一旦中了埋伏，岂不是得不偿失？不管女弟子的话真假，只有发生战斗才会产生伤亡，从而增加不少尸身。我可不能任由这群人那么快就通报上去。那该如何？很简单，把这群人都挨个审一遍。陆康安循着惨叫步入牢房，看到原先傲气的弟子们尽数瘫倒，脸上痛苦万分，却寻不到一丝外伤。从此处正中央刺入，并注入魔剂，用以刺激伤口。陆长老，你们可怕问出什么了？刑罚堂弟子们描绘逼问出的讯息。外门刑罚堂，你们做得不错，日后大大有赏。你们做得不错，日后大大有赏。此事事关重大，看好这群人。嘿，长老，你何时送我回后山墓地？你去藏宫阁去领取一门御剑法门，剩下的自己解决。这管接不管送，不是浪费我时间吗？陆康安匆忙离开，徐家目光注视刑罚堂弟子们，众人瞬间别过头。真是一群白眼狼！若是几月才赶回去，恐怕那些堆积起来的残肢脏器都要被清理一空，那可是几十上百年的寿元。哎，御剑法门，我来了！幽冥魔宗藏宫阁，宏伟入云的藏宫阁前，徐家强压激动走向大门，引得路过的外门弟子纷纷侧目。这人穿的不是门内弟子服饰吧？管他呢，八成又是哪个犯事的倒霉蛋。藏宫阁内，一名美妇依靠在长椅上。后山守墓人徐家前来寻求御剑法门。
经了所知，后三守墓人应该是铁僧吧？何时换人了？铁生死于洞府之中，我是陆康安长老推荐前来。没想到那榆木疙瘩倒是当了回人，这里可是宫门内弟子修习的功法，想来你也是立功才能来学御剑法门了。御剑法门在左侧书阁的第3层，自己去找吧。御剑法门在左侧书阁的第3层，自己去找吧。多谢。徐家离开后，一个身穿紫黑长裙的绝美女子走过来。师尊，那人不是我幽冥魔宗弟子吧？为何能在此翻阅功法？怎么，燕池是看上人家了？燕池听到这话，陷入了沉默。你还是如此无趣。这小子是后山的守墓人，是陆康安那家伙推荐来的。听说是此前从出那些正道俘虏口中逼问出接下来的行动，所以得以来此寻一份御剑法门罢了。后山守墓人，说好听点，算是个肥差，可若是真的较真起来，也不过是相较于其他被贬弟子实力强横一点的弱者罢了。如今却能够得到陆康安的推荐，倒也实属稀奇。燕池望向徐家，美魔尊凝结成一道法阵，在提助之下，徐家身上顿时有绿色寿元光辉冲天而起。燕池直接走上前去。区区一个后山守墓人，有如此恐怖的寿元，就足以说明问题。来，女大不中留，也是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。藏功阁书架区，徐家在摆满功法书籍的书架中疯了。不得不说，幽冥魔宗底蕴深厚，只可惜这些东西只可远观，功法数量太多，这样找下去得花费不少时间。若是继续待下去，等我回到后山，恐怕什么都不剩了。你在寻御剑法门？不错，这位师姐可否帮助我搜寻一番？藏功阁书架区。不错，这位师姐可否帮助我搜寻一番？燕池从书架高处取下一本布满灰尘的破书，递给徐家。书已破烂到连封面字迹都已消散。耶，师姐，此书真的是御剑法门？这功法虽然看起来破旧，但确实是御剑法门。如此，便多谢师姐了。徐家持古籍走向中央蒲团，燕池紧随其后。他翻开尘封的书页，第一行字随即映入眼帘：道化万千，以寿为也。他跟着我干什么？以寿元作为力量支撑，难道他看出了什么端倪？师弟可有不懂之处？师姐多虑了，不过是在思索些许问题。不过你为何要向我推荐这本御剑法门？今日之事，希望你不要对外人提及。师弟，你寿元极为庞大，不错吧？师姐说笑了，我不过是一介守墓人，实力也不过炼气3重，换算下来，也只不过相较于凡人而言，多了那么10余名吧。我知晓你并非信任于我，你很聪明，在这幽冥魔宗之中，最不值钱的就是信任。可若非是有所求，我也不会如此焦急。还望师弟能够明说，如何能增加寿元？师姐还是别打趣我了。若我寿元悠久，又如何在这幽冥魔宗的后山墓地充当一名守墓人呢？好。徐家将修炼之法记入脑海后起身，将功法放回书架。我小子找到你要的功法了。找到了，叨扰前辈啊。美妇摆手示意他可以离开。徐家远去后，燕池缓缓走出。你的小情郎走了，不去送送。燕池目光灼灼，直接朝门外走去。慢着，莫要忘了此行的目的。你早寻到可增加寿元的功法了。徒认为此人便是转机。山林中的篝火旁，徐家离城入山，燃起篝火烤着瘦肉。得尽快修习成功焚元诀，若是得到金手指的认可，也能省去不少功夫。就是不知道这焚元诀消耗的寿元大不大。焚元诀的修炼比想象中困难，毕竟是要调动寿元，看来想要赶回去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谁啊？师弟。师姐何故前来？师弟莫要惊慌，此番前来，我还是想坑你谈谈。若是不信，我大可以天道起誓。那你起誓，不可对我动手，不可暗算我，不可借他人之手对我造成任何伤害，不可以神魂攻击来袭击我，不可引兽谋害我。总之不能对我有任何敌意。究竟是什么人才会谨慎到这种程度？师弟，你叫什么？徐家。徐家。我燕赤以天道起誓，不会对徐家动手，不会暗算于徐家。若是违背，定当受到天雷责罚。一缕湛蓝色的流光从他眉心处抽离，天道认可的意象出现。如此可满意？我听闻圣教之中有可以规避天道誓言的功法，你还需以魔心起誓。你若是不愿，你我便没有多少可谈的。燕池指尖蓝光闪现，一道法阵自己脚下瞬间蔓延，法阵中凝聚一股元剑，从四面将徐家包围。应该让对方起誓，不可用火，若不造成伤害。
但眼下说再多你如若我略有杀心，此刻你已是一具尸体了。况且如此充沛的灵力，你还认为我是幽冥魔宗弟子？正魔两道修炼体系不同，他这是在证明自己是正道物。我相信你，可否将这法阵散啊？好。燕池一指，青牌散去法阵。那么我们该聊聊，为何会注意到？如果说我是希望你能告知增加寿元的方法，才接近你的，会作何感想？你怎么看都是青年模样，且筑基期修士寿元数百年，又怎会想得增加寿元？我这副身体已经支撑不了多久，若无寿元支撑，约莫3年时间便会生死报销。我这副身体已经支撑不了多久，若无寿元支撑，约莫3年时间便会生死报销。燕赤剩余寿元2年，状态心魔缠身，与他说的3年不同，只剩2年了。我不过一介炼气期修士，你如何将希望寄托在我身上？况且能增加寿元的方法不是很多吗？丹药也能做到吧？你说的这些我都已尝试过，可一旦有寿元增加，便又会急剧消耗，此消彼长之下，便是沦落到3年的寿元。可你如何保证我一定能增加寿元？我有一双玲珑目，可观天下生命气数寿元。你身上那夺目的生命气息，足以证明寿元极为庞大，推测最起码有1000年之久，这可是寻常炼气期修士无法达到的。既然还有玲珑目这种能力，对于我自身情况确实不曾了解，师姐情况确实凄惨，可是我无能为力。此物名为阴阳鱼，对目前的你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报酬，只要你助我一臂之力，便将此物赠予你了。师姐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只是此物于我来说没用。真当如此？那师弟是不想修行那御剑法门了？在这等我呢。我说怎么会有人好心推荐御剑法门？想来燕池是通过玲珑目观察到我寿元庞大，便推荐了焚元诀。现在已离开幽冥魔宗，想回去再搜寻已不现实。这里距后山目的不近，若不能尽快修炼，只会白白浪费寿元。想来燕池是通过玲珑目观察到我寿元庞大，便推荐了焚元诀。现在已离开幽冥魔宗，想回去再搜寻已不现实。这里距后山目的不近，若不能尽快修炼，只会白白浪费寿元。师姐还是莫要在这个话题上纠缠了。这本御剑法门描述虽有些粗糙，但若按照方法修炼，想来应该不难。既然如此，师弟大可先试一试。焚元诀的修炼方式远没有你想的那般简单。徐家盘膝而坐，按照焚元诀的修炼方式开始尝试。无论是按照运转方式，亦或者是经脉力量游走，却总是无法调动体内寿元，身体下意识的遏制，让我无法顺利进行。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？焚元诀乃魔道功法，你觉得用灵气运转有用吗？若想要成功修行，魔气是必备的。如若按照对方所说，那岂不是之前的努力全白费了？以魔气运转，那么一切便能够解释得通了。可我又没有修炼魔气的方式。你我做个交易，你将获取寿元的方式教授于我，那么这枚阴阳鱼玉佩便赠予你了。阴阳鱼能够调和你体内能力，将灵力转化为魔气，从而达到修炼的目的。师姐，并非是我不想帮忙，只是增加寿元之事不能外传，且只能作用在我身上。还有一种办法，若是师弟愿意，我可动用秘法出取你的些许寿元。姑且一试吧，不过为了保险起见，师姐不介意我以灵力汇聚于你丹田之上吧？可以，可以。徐家负手于其小腹，燕池身躯微震，他手掐法诀，虚空中顿时金芒符箓浮现。我开始了。好了，我抽取了你4年寿元，应该还能继续苟延残喘了。徐家院转观天眼，面板显示燕池寿元从2年变为10年。4年？若只是4年，浮现出的文字为何是显示8年？难不成自己寿元对于他人来说只大补品不成？若真是如此，那岂不是魔道修士眼里的香饽饽了？若是让燕池得知我的寿元等同于常人的2倍，那还不得被他吸干？师弟是否能把手拿走了？徐家这才惊觉自己的手还搭在燕池的小腹处，尴尬地收回灵力。既然师姐已经达到目的，那是否可以将阴阳鱼交给我？还有这灵力该如何转化？将此玉佩戴在身上，将灵力注入其中，便会得到魔息反馈。但师弟可要注意，不要注入过多，否则会影响心性，甚至走火入魔。若有朝一日走火入魔，你我必将刀剑相向。明白了。如此，那我便告辞了。此番外出，师祖还多有担忧。徐家摆了摆手，目送燕池离开。山林中，徐家将灵力注入手中阴阳鱼，其上浮现出微弱的黑白光芒。几个呼吸后，一抹黑气翻涌着没入他的体内。如此数量还达不到修炼焚元诀的标准。再来一夜的转化，如今体内的灵气与魔气已然达到了平衡状态，抓紧时间吧。徐家盘坐运功，脚下红芒随魔气运转而浮现，并不断加深。直至正午时分，他才收功吐出一口浊气。只能慢慢来了。
徐家起身，不断在山林中穿梭，3个时辰过去，转化的差不多了，也该继续了。徐家日夜兼程3日，夜间突击，白日赶路，待红云融入体内，周身顿感轻盈。这可是争分夺秒，谁知道后山那群败家子什么时候就把残肢内脏全部清除了？检测到宿主修炼功法焚元诀，建议成功受录。这至少能够证明，通过修炼是能够让金手指得到认可。徐家投入100年寿元，一个焚元诀，催动魔气便可御敌而起。他落在树梢上查看面板寿元。除了之前被燕池抽取的8年，以及投入在焚元诀上的100年，如今自身寿元还剩4820年。山林中，除了之前被燕池抽取的8年，以及投入在焚元诀上的100年，如今自身寿元还剩4820年。徐家御剑飞行在空中，远处后山墓地轮廓逐渐显现。按照焚元诀的消耗，方才遨游天际竟然没抠出寿元，倒是出乎预料。看来这点消耗还没有我夺取寿元来的多。这御剑飞行的速度远超我的预料，半日就能回到后山了。突然左侧魔气爆发，紫黑流光袭向徐家，他法诀一变，立即俯冲，惊险躲过。妖兽不会有这种气息，是幽冥魔宗弟子。炸裂声不断，那边正在交战，应该是无意间飞来的。杂碎休想逃！幽蓝光幕冲天而起，将方圆数里地全数笼罩。我只是想回后山，怎么就那么难？好死不死就在法阵范围内。从法阵厚度判断，对方实力不弱。既然一时半会离不开，不如去看个热闹。交战之地，柳家志持剑半跪，对面苏刚指尖魔气丝线缭绕，瞬间笼罩了周边空间。柳家志，我奉劝你不要负隅顽抗了，胆敢潜入我幽冥魔宗地界，我让你有来无回。没想到悄无声息潜入，还是被发现了。苏刚，魔道人人得而诛之，你莫要执迷不悟啊！如今若能改邪归正，以你的天赋，正道也必将有你的一席之地。正道，你们这群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！亦可知当初我苏家上下50口人被你口中的正道屠戮满门之时，我是何想法？正道，你们这群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！亦可知当初我苏家上下50口人被你口中的正道屠戮满门之时，我是何想法？如今我只想把你们这群人诛杀殆尽，以救我苏家所有人在天之灵。苏刚指尖一动，魔气丝线瞬间缠紧柳家志，锋利的丝线切入皮肉，鲜血立时渗出。不，正好是精彩时刻。这苏刚还真身世凄惨，正道之中也不乏品行恶劣之人。苏刚，你苏家之丑，我等定会调查清楚。相信以道玄门的实力，定然能还你公道。不要再执迷不悟。逆天道起誓，否则我断然不会轻信。这是什么狗血剧情？只是通过嘴遁就能化解危机？这柳家志的光环也太重了吧！有这样脑子的两人，实力竟然也有助机器，真当是令人气愤。无非就是苏刚动了恻隐之心，带着柳家志离开幽冥魔宗罢。光是看一眼，我就能想出接下来的剧情。莫生气，莫生气，只当是看场戏。等他们撤去法阵，我便可离开了。夕阳西下，柳家志与苏刚站在法阵旁，相谈甚欢。苏刚，等离开这里，我定会帮你讨回公道，荡平天下诛邪。家志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1个时辰了，哪有那么多话可以聊？有什么事不能离开再说吗？这两人进入了无人之境，根本不管这里还是幽冥魔宗地界。一道树枝断裂声响起，追！有人在偷听。行踪暴露，徐家演习会，原处大树被凌厉丝线瞬间切碎，柳苏2人实时扫视搜寻。难道我们过于敏感了？此处确实有人，你我的交谈恐怕已经被他知晓。若是让宗门知晓我与你的交谈内容，不用1日，我们定然走不出这山里。走！柳家志动用湛蓝符落，流光锁定脚印，指引方向。他与苏刚立刻以极快速度向前追去。山林深处，徐家感受到身后2股气息逼近，指尖凝聚灵气，绘制符箓打入地下。随后3个时辰，他不断在山云中穿梭躲避。怎么都想不到，那两人不但没走，反而追上来了。继续下去，自身体内灵力很快就要见底。可否确定大概方位？约莫就在前方100米之中。幻魔秘法，魔焰爆破。苏刚猩红魔气化为滔天魔焰，如陨石一般笼罩100米。徐家绘制符箓筑起岩石堡垒，魔焰散去，随着岩层剥落，被白骨裹挟的徐家出现在2人面前。这个疯女人，找到你了，赵老师。两位何必穷追不舍？你我之间无仇无怨吗？不必废话，受死！徐家后撤，同时开启观天眼，以符箓佯攻，趁机用空符破阵一逃。柳家志爆发灵力，将这练习其4重的小子，手段竟如此恐怖，何人胆敢在我幽冥魔宗造次？总算来了！冲破法阵，让柳家志的灵力暴露，引来幽冥魔宗强者的计划成功了。苏刚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天天长老，苏刚无意与您争斗，此番是为了脱离宗门，还望莫要阻拦。柳家志握住腰间剑柄，随时准备动手。苏刚，
你可知脱离宗门的下场如何？知道。好，好，好，既日如此，今日我便代替宗门清理门户。弟子苏刚勾结到玄宗之人，今日处死。燕田示意晋升，重拳分下2人，有家具逐渐得挡，合体发马。这是无字无私席卷而至，身躯缠绕。小心，燕田乃炼体修士。有家之欲兵之阵，被燕田以肉身应接。苏刚即刻从魔焰融入风中，烽火合一的地面龙卷瞬间吞没燕田。不要停！这几人攻势如此浩大，若是继续逗留，指不定会被波及。溜了，小命要紧。二人找死！如无不击的燕腾冲破火焰剑刃，徒手折断龙盾。他虐杀柳家之后，其身影瞬间消失在天地，直追苏刚，周围归于平静。苏刚与燕田追逐还需一段时间，借此机会便好好夺取一番。哎，你说何必呢？如果一开始不追我，就不会落入这般下场。要我说，你们一开始商量好对策后，就第一时间离开，好端端的追我一个炼气修士干啥？我呢，也不是什么无情无义之人，今日给你挖好了坟墓，也算是以德报怨了。这些东西就当是你给我的安葬费了。山林深处，这次收获不小。徐家在空中飞行，打开面板查看信息。宿主徐家，生于寿元5526年，修炼天赋第45，达到50可突破，修为炼气期9重，功法遮天手、踏阴步、天元养生诀、会元夺天功、风邪幻觉、醉骨甲大成、五行道符、罡风流云剑。距离突破修炼天赋仅剩不到5点，真好奇继续突破会带来多大收益。徐家洞府日落西山，徐家回到洞府盘膝而坐。终于回来了，还是先提升实力吧。如果我是筑基期，面对柳家这2人时，至少不会那么被动。第1年，你专注于修炼之上，对于灵力的吸收大大提升。第500年，数百年的沉淀，你成功突破至筑基境8重。徐家体内灵气暴涨，瞬间引发洞府外天雷汇聚，灵气倒灌，形成灵力风暴。墓地外围，弟子们纷纷走出洞府。怎么回事？为何会有天地异象出现？那方向似乎是徐家所在之地，难道是他牵引到某种法阵了？如此恐怖的天地异象，他不是有异宝现世？守墓人洞府内竟然还有好东西！徐家洞府内数个时辰后，异象消散。徐家指尖萦绕灵力，随手虚空一举，墙壁上凿出巨大坑洞。这就是筑基期的力量吗？就是可惜了，只有地级的修炼天赋，若是再提升一番，应该能达到筑基期巅峰。接下来需要好好稳固境界才行。虽力量强横，但仍能感觉到虚空之意在体内流转。后山墓地小径，夜色寂静。徐家起身离开洞府，径直朝解尸室走去。如今已入夜，周围一片寂静。此前异象让弟子们好奇，但他们不敢擅闯我的洞府。哪个弟子在修炼，哪个在钻研解剖，这一切我都一清二楚。呼吸间甚至能调动天地灵力，杀人于无形。这也是筑基期带来的能力提升吗？仅仅运转功法，便达到一瞬千里的程度。踏入筑基境后，不光肉身灵力提升，功法施展也增强不少。若不是害怕境界不稳跌落，我都想将所有寿元投入境界修炼了。后山墓地解尸室，徐家推开解尸室门，整个解尸室惨不忍睹。该说他们来也是有好处的，这群弟子不愿清理，反倒让这些残肢内脏得以留存。从规模看，最起码能获得2000年寿元。徐家指尖灵力流转，无形大手将木桶全数搬运而起。还好踏入了筑基境，否则光搬这些都要几个时辰。后山墓地解尸室，山涧月宫下，徐家掏出洛阳铲开始刨坑。只有亲力亲为，才能得到金手指认可。你成功埋葬一名筑基期1重修士，夺取剩余寿命91年，夺取功法百炼丹录。暂时瞌睡就送枕头了。百炼丹录应该能解决我那不堪入目的炼丹手法。山涧密密麻麻遍布土包，如同乱葬岗。看来得找个机会换地方埋葬了。徐家洞府深夜，徐家盘坐观摩百炼丹录，哈欠连天。这本功法果然就是为了炼丹而量身打造的，只是我前世就不是看书的料，这如同无字天书，让我昏昏欲睡。以后还是用寿元演算吧。徐家准备起身朝解尸室走去，脚步忽然停下。道士命大。山涧一侧山壁前，徐家绕过杂草灌木，停在山壁前。万古道法感应下，熟悉的魔气正从其中肆意。徐家开启观天眼，文字在山壁左侧浮现。苏刚，生于寿元1350年，境界筑基期1重，状态重伤。先前还在可惜你遁逃，没想到会在这里碰面，原来是掩人耳目的法。山洞中，苏刚盘腿而坐，身上伤势数不胜数。你是何人？有那功夫，还不如想想你自己吧。经脉破裂，内伤不断，更有暗劲在吞噬血肉，若不处理，你绝对活不过今晚。以我如今筑基期8重的实力，碾死他不过是随手为之。前辈还请离开，我的事自然不劳费心。很好，他把我当成隐士大能了。燕田那小子动手还真是没轻没重的。
老夫此前就讲明，若想脱离宗门，只需上报一番就是，何须刀剑相向？前辈稍等，不知你可否送我离开？你有非亲非故，老夫为何要帮你？且你与道玄门那小子勾结，在幽冥魔宗内已然是死罪。哼，瞧你吓的！所幸刘小子已经被救走，也不枉老夫在这魔宗内不拘多年。这么说，前辈是藏匿于这幽冥魔宗的存在？那柳家镇莫不是与你有关系？你这小妮子倒是机灵，也难怪刘小子与你相谈甚欢。老夫帮你出去，倒也不是不行，只是过后你必须要将一情报带给道玄门。只是带个消息，我答应了。你随我来。苏刚犹豫再三，调戏一番后，便也匆忙跟上。后山边缘，月光下，二人朝着后山深处走去，最终来到后山最边缘之地，荒芜沙漠在望。离开此地莫要停留，自西方绕着幽冥魔宗一圈，便可离开。啊，多谢前辈帮助，所托之事我必然会完成，就是不知要带什么留言。如今幽冥魔宗内部力量薄弱，你让到玄门中人自此处进攻，届时老夫会里应外合，从而打开法阵，让他们进入。幽冥魔宗作恶多端，顿不可留，希望你莫要令老夫失望。徐家施展身法消失，苏刚躬身离去后，他的身影却从后方阴影中悄然浮现。希望那些正道修士不要让我失望。届时道玄门攻破此地，定然会产生尸身无数，而身为守墓人，我就有得忙碌了。解尸室，徐家推开解尸室大门，眼前一片狼藉，残肢内脏正被弟子们焚烧。你们在做什么？我不是说过残肢内脏由我处理吗？徐家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就你那点实力，也敢在我们面前摆架子？这里弄得如此凌乱，不知道打扫一番吗？打扫？你自己打扫去，我们又不是你的奴才。看来你们是忘记了谁掌握着血炼丹的炼制方法。血炼丹，你以为我们还稀罕你那破丹药？血炼丹，你以为我们还稀罕你那破丹药？看到了吗？这是真正的血炼丹，比你炼制的强上100倍。这丹药是谁炼制的？当然是我们的新师兄，人家可是内门弟子，炼丹术登峰机。一个身穿华贵道袍的青年走进解尸室。就是你这个废物，一直霸占的解尸室。你是何人？我是内门弟子赵无忌，奉宗门之命，接管这里的一切事务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个普通的外门弟子，这解尸室与你暂无关系。徐家，你也有今天，以前装什么大尾巴狼？就是现在知道厉害了吧？很好，看来你们都忘记了谁才是真正的强者。强者就凭你一个练气期的废物，数及7、8重，够不够资格？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？现在还有人要质疑我的话吗？师兄饶命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。都是赵无极唆使的，与我们无关了。就算你是筑基期，但我是内门弟子，宗门不会坐视不理的。内门弟子那又如何？记住，这里是我的地盘，谁敢再碰我的东西，下场只有一个。徐家故意放走苏刚，引来大批正道修士攻山，届时必能收割一大波。可没想到刚回来，就有人要抢自己守墓人的肥差，这可是徐家成帝的通天大道，谁敢阻挠，就只有亲手埋掉他了。敬请期待第2季。